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演讲中公然宣称，中国在2021年迄今为止的10个月里，发射了超过250枚东风弹道导弹进行演练。此种说法是否所言属实？其来源根据又是什么？话不多说，来看看详细情况究竟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美国媒体喜欢炒作各种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消息，就算是原本没有的事儿，也能给你说成是有的。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本事，可以说已经修炼到了极致。最近这2天，美国媒体新爆出了一则消息，再次对中国威胁论进行炒作，并提出了一套新的言论说辞，称中国在2021年迄今为止的10个月里，已经发射了超过250枚弹道导弹，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盟友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是中国大搞核武器扩张、增加核武器拥有量的信号，借此呼吁中国将核武器相关情况公开透明。除了美国媒体这些大肆炒作以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近日亲自下场，给西方媒体鼓吹的这些中国威胁论煽风点火，宣称中国正在进行的各种高新武器研发加剧了地区的紧张。中国在过去10个月时间里试射超过250枚弹道导弹的消息，起初源头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提出，并由美国及西方媒体进行后续跟进炒作。在稍早前一些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新闻简报会上，普莱斯指出，中国进行的大量弹道导弹试射试验，实际上是中国在对待核武器态度上产生变化的一个信号。中国在积累核武库储量的问题上同样缺乏透明度。以上这些情况都令人担忧。普莱斯在后续发言中继续强调，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持有超级武器和强大核武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美国还将继续维持武力，借此来吓阻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们所带来的长期而广泛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的这些讲话是美国媒体后续炒作的主要内容点。而在这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之后，还有更加重量级的美国联邦政府高官登场，继续跟进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相关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进行访问时，公开谈及了中国试射新型导弹的相关话题，并表示中国与美国而言依旧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军事扩张是一个关键话题，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武器与现今能力的发展，这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美国媒体和美国一票高官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已不是1天2天，但以上提及的这些新内容和新讲话确实也有一些新的值得分析之处。虎妞这就来给大家逐一说说。首先，关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谓的中国在过去10个月内试射超过250枚弹道导弹这一说法，在具体数量上是否准确，我们不好考证，毕竟没有一个官方回应的具体准确数字。但是在最近这2年时间里，掌握着我国各型号陆基弹道导弹的火箭军部队试射任务频率确实比过去以往要来得更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去年2020年到今年2021年内，光是有关军正式报道的火箭军调动东风26、东风21D 2款反舰弹道导弹，向着南海海域移动大型舰艇标靶进行远距离内陆试射打靶的任务，就至少在2次以上，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只会更高。2次的模拟实战试射打靶任务可能听起来不多，但要知道的是，这可是在不到2年时间里，在南海这一片海域里进行的模拟实战试射打靶任务次数。早先曾有美国媒体发布多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火箭军部队同样动用了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在我国的西北荒漠戈壁进行模拟打击陆上军事基地和绘制在固定地标的航母模型试弹测试，并且还拍到了多个由弹道导弹落下爆炸后造成的冲击大坑，可见火箭军在该区域试射的东风26导弹数量不止1枚。况且这还只是美国人掌握到的，必定还有美国人遗漏的或者是没掌握到的。这背后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火箭军弹道导弹试射模拟打击任务在近2年来一个质变的量级提高，较之过去那1年到头都打不了2发的情况，可谓今非昔比。虽然这具体数量上是不是如美国人所说的超过250枚不好判断，但必定不少就是了。常言道，透过现象看本质，火箭军不断提高实战背景下的模拟打击试射任务量级，投入更多数量的导弹于训练中使用，
这背后的具体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美国不断加大对我国周边领空领海的挑衅力度，网罗拉拢各路盟友来中国周边炫耀肌肉，大搞反华军事演习。出于自身国防安全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需要，中国就很有必要在国防安全层面以实际行动对美国及其盟友们的这些挑衅做出回应。美国只谈中国加大导弹试射频率，却闭口不谈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美国自己。真正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者，向来只有美国，而不是中国。倘若美国再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视中国为一个威胁、挑战和竞争对手，而不是朋友，那么美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更多、更强力中国导弹试射，必定还将继续。